来啦，坐。你不会点我来吧？会，点的一样的。今天西伯利亚鱼子酱到了吗？到了，王女士，已经帮您预留好了。谢谢。那您要几份呢？你吃吗？吃啊吃，今天千万不用客气啊，随便点。那就来4份吧。好的。3份你吃得了吗？遇见和果果来啊。谁说的？遇见也约了我啊。你们不是一个局吗？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？你们母子俩不约而同的把我请过来，怎么都不说话啊？阿姨，是这样，我今天约您呢，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和果果要结婚了，希望呢能得到您的祝福。我当然要祝福了，不过我们还是别谈虚的，酒席、聘礼、钻戒、房子都准备好了吗？妈，这些不用你操心。今天你不要说话。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，婚礼要体面一点。我不要求你给果果一个很风光的婚礼，但是别人有的，果果也要有。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果果呀？那我们对果果那还不是亲生女儿一样？倒是你这个当亲妈的，还好意思提条件？妈，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我想你今天来不是想跟我吵架的吧？既然你说到这儿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自己有女儿，为什么她不去医院看她爸爸？从早到晚叫果果跑医院，你这不是亏待我女儿吗？那是我自愿的，你别说这些行不行？闭嘴！人家把你卖了，你还要给人家数钱？谁像你啊，眼里只有钱和房子。没钱没房子，你结婚住哪儿？喝西北风去啊？哎呀，还是我们果果明事理呀。人家说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我们果果怎么跟她亲妈一点都不一样啊？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你少说2句，看你挺奇怪的。既然你们把我请过来，咱们还说清楚吧。如果过不了我这关，果果的户口本可是在我这儿。王艳呐，多大岁数的人了，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呀？后悔了，直说呀，绕那么大班子干什么？妈，你怎么越说越起劲儿啊？赶紧回家。后悔什么？那房子占了那么久，改成别人的名字，当然心疼了，换我一样。可那不是别人，那是你亲闺女。哟妈，我求你了，走，咱们回家。放开我！王艳，你不用给我装糊涂。房产证上清清楚楚、白纸黑字写的果果的名字，那就是果果一个人的房产了。你后悔来不及了。什么房产证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遇见，你都干了些什么啊？妈，那房产证的照片是假的。什么是假的呀？哎，它本来就是假的。照片是我从网上荡下来的，名字和地址是我 P 上去的。什么当什么批啊？哎呀，反正就是假的。那房产证上的名字就是果果和阿姨，没动。果果啊，你看看他们这家人，这就是你要嫁的吗？哎，果果，果果，
别走啊！今天是你请我吃饭，还没买单呢。你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果果的，我就给你买单。你那是做梦。果果，你听我解释。碰我！哎，果果，对不起嘛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对不起的人是你妈。我妈就是想让你在房产证上删掉阿姨的名字，好让咱们名正言顺的住进去。我不是怕她拿这个事儿来烦你吗？所以我才 P 了个照片骗她。是不是你妈提任何无理的要求，你都要答应啊？我哪儿答应了？我这不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吗？我妈她身体不好，血压又高，她还不肯吃药。那你说我再因为这个事情把她气出个好歹来，那怎么办啊？你这是在解决问题吗？你这就是在和稀泥。那一家人有的时候不就是得和稀泥吗？那天天搞得剑拔弩张的，一个钉子一个眼儿的，干嘛呀？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你明明可以直接拒绝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让我以后怎么敢相信你啊？不是，我骗的是我妈，我又没骗你，你这么大情绪干嘛呀？你把我叫到这儿来见我妈，你不是骗我是什么？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惊喜。她是你妈，我想娶你，那总得她老人家点头吧？你别跟我扯这些，你就是自作聪明，想左右逢源。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是骗来骗去可以解决的吗？不是，那你说怎么解决嘛？难道像你跟你妈那样，她就解决了？那也总比你哄着你妈强吧？你怎么那么怂啊？你妈不想我们去上海，你没办法；你妈不想我们结婚之后住在家里，你没办法。现在她又看中我们家的房子，你还是没办法。你能不能有点原则，有点担当啊？是，我承认我妈有的时候做的不对，但她的出发点总归是为了我们俩好吧？你怎么能那么就不待见我妈呢？遇见，我现在在说你，没在说你妈。我要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妈宝男，你懂吗？我还能不懂吗？你就是跟你妈一样，瞧不起我，瞧不起我们全家。你就是这么想我的。行，那你也别娶我。哎，这遇见啊，还挺聪明的，只好截一张图骗他亲妈。聪明什么呀？他说是为了安慰他妈，不想让他妈闹，那这也不能骗人啊！这行为太恶劣了，人品问题。哎，别上纲上线啊！大家活着不容易，有些事儿啊，你骗骗我，我骗骗你，日子就过去了。这种善意的谎言就是生活中的润滑剂。我宁愿他像他妈要求的那样来逼我表态，也不要撒谎。这撒谎有了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我可不想跟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。那他要是真的像他妈妈那样，逼着你表态，你是不是有另外的说辞了？他就是想一碗水端平，谁也不得罪，这是高情商的表现。什么高情商啊！哎，没点立场，没点魄力。唉，当初就是心太软才会留在这儿。哎，不对啊，果果，我听你这个意思，你还是建议没能去上海这件事儿啊？那我要替遇见说句公道话了，谁能料想得到他爸爸摔倒呢？对不对？最后要求留下来的也是你，他没有逼你。是啊，我活该，是我自己选的。行了啊，别说气话了。你今天下午把他骂得那么狠，他多伤自尊啊！如果不是这个男人爱你，谁受得了？受不了就不受呗，事关我的人生大事，我可绝对不能再心软。听你这句话的意思，你是连婚都不想结了？那这还怎么结呀？行了啊，别说那气话，这点小事就让你崩溃了。那婚后无穷无尽的琐事儿，你怎么办呀？就算不跟遇见结婚，那是不是要跟别人结？跟谁结都是这样一堆烂事儿。果果，听我一句劝，这遇见呢，虽然是有点面，但他人还真不错。你说你俩青梅竹马，
走到现在，给他一个机会。我明白，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，纷纷扰扰过后，还是要向前走。道理都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但自己在夜深人静时，却又陷入糟糕的情绪反复，无法自洽。果果，你看看他们这家人，这就是你要嫁的吗？你就是跟你妈一样，瞧不起我，瞧不起我们全家。我天真的以为，遇见会是我这辈子最亲近的人，我可以对他无话不说，他也会对我毫无保留。我现在才意识到，我和他的距离其实很远。萍姐说的对，这点小事就崩溃，我们还能有以后吗？肖老师好。肖老师您好，我是夏果。之前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，我们见过的。哦，是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哦，那个咖啡还在路上，有点堵，我去迎一下。你们陈总呢？我很熟，他没来跟我谈，这让我很意外呀。哦，陈总他最近比较忙，我们今天谈的具体情况，我会及时跟他汇报的。其实谁来都无所谓。你和我助理约了好几次了，我就不兜圈子了。你们公司什么条件？多长时间？代言费多少？既然肖老师这么爽快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我们公司非常看重这次的合作，代言费方面，我们第一年是80万。80万？我没听错吧？肖老师，我们公司给出了很大的诚意，80万已经是目前主播界给出的最高费用了。诚意这个东西，能值几个钱？我相信你们好味做到现在这个规模，靠的也不仅仅是诚意吧？那是自然，诚意只是基础嘛，后续能够带来流量和变现，达到双赢的局面，是我们合作的最终目的。我劝你还是回去好好做做功课，了解一下直播带货究竟是双赢呢，还是只给你们品牌方带来了一本万利？被拒绝是意料之中，我也没打算一次就谈成。所以接下来你的准备是？准备。虽然他一脸无情地拒绝了我，但是他跟我说了很多，也道了很多苦水。明明是我们主播给你们品牌方在1分钟之内把货卖光光，甚至还预售了不少，可你们却偏偏觉得主播只不过是动动嘴皮子。有时候啊，也挺心寒的，可还是放不下那些求我帮忙带货的客户们。看在钱的份上，所以我坚持到了现在。尤其是他一再跟我强调钱必须得到位，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吧，有戏。在我眼里，他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商业价值。商业价值这块呢，他目前的流量的确是可圈可点，而且据我所知，目前还有其他几个品牌在争取他。你知道，公司代言人他代表的是什么吗？代表的是一个公司的形象和理念。一味的追求流量，是不是有点短视了？那这不是公司给我的任务吗，薛总？我得完成啊。对。虽然我觉得对半砍，他的确是符合谈判逻辑，但是这帮网红他一个个都是人精，不可能接受的。
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所以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措施是什么？2、3万的提价吧，会显得我们有点小气，而且对方可能会失去耐性。我觉得，先加个10万看看。如果他像你说的是一个人精的话，那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，对吗？而这个时候你一旦让价，很有可能你会跟他陷入到一个讨价还价的拉锯战当中。我们最拖不起的就是时间。那您觉得？我倒是觉得钱不一定是唯一的切入口，换一个思路。那是什么？好，我们。干嘛呢？画图纸呢。这怎么有气无力的？吃饭了吗？吃了工作餐。薛总让我签一个什么网红代言，累死我了。很麻烦吗？挺难的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我们小果子最有办法了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对了，你生日快到了，准备怎么过呀？哎呀，我现在哪有心思想这些啊？况且你又不在我身边。